软梅，不知道朋友们抽到没有？我是很快就抽到了，还把它的剧情和文本狠狠地翻了个遍，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角色。而看完所有的故事后，我只能说这位实在是无愧于奇女子这个称号。想要知道软梅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还得从她的无数身份开始讲起。接下来向你走来的是天才俱乐部81号会员，博士尊赏识之人，模拟宇宙创始人，划时代的生命科学家，物种规律的编纂者，星球培育师，星神之道的研究者，米家的又一位国风美人软梅。如此多的称号证明了她一枝独秀的成就，而软梅的故事比她的成就还要丰富得多。从小时候软梅就接受着家族的爱，有科学家母亲的启蒙，有彼此相爱的父母，还有温柔的外婆。这个热爱科学的家庭无疑给了她茁壮成长的最好环境。而外婆喜欢听戏的习惯，或许也连带着小软梅也一起喜欢上了戏剧。就在这样一个外人看来普通中又带着些许温馨的家庭，在她的眼里似乎就开始分出了爱的区别。其实这也很好理解，小孩嘛，因为有人愿意给他买点心，就觉得有人更爱他，对他更好，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。或许他的另一个爱好吃点心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只不过小软梅似乎不愿意就这样把爱的话题普通的接过，她拒绝被书上僵硬刻板的爱捆绑，一次次的探索爱的边界，直到她大了一些，在母亲的严苛要求下，开始探索冰川星球。诞育、生长、凋零，感叹生命的进程，是我思考的起源。我开始知道，自己渴望一些纯粹的事物。生命这么伟大的话题，如此伟大的爱，少女眼里倒映着的是星海之中、冰川之下的生命，已经死去或者仍然鲜活的生命。人会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然界的宏伟与瑰丽呢？会在什么时候忽然感受到世界不只是脚下的一方土壤，而是万物生长的一片天地？对软梅来说，可能也许就是现在。她驻足观察思考，慢慢感受着生命作为宇宙延伸的一角所蕴藏的一切精妙。在思考之余，她也会回到科考屋中小口地吃着糕点，这是她漫长的研究道路上给自己保留的小小期待。就这样，软梅走过了一条带着温馨、带着思考、带着甜品扑鼻香气的童年。听起来很美好，但是人的成长总是伴随着阵痛。在转身之时，软梅失去了双亲。没有人了解那时候软梅的思考，她的内心无法通过她的眼睛流出泪水，照在全黑的丧服之下沉默着。夜晚，她一个人来到实验室，去面对她留到最后的秘密。她拒绝生命的离去，将手伸向了禁忌的领域，这是逆转死亡规律的胆气。她隐去自己原本的姓名，从父母的姓氏中各取一字作为名字，也就是软梅。不再谈论家的话题，一心一意、废寝忘食地研究着这个课题。越是研究，越是对生命不再敬畏，不再敬畏，所以开始理解，开始编纂。实验室中的植物似乎也感受到了特别的呼唤，不断的生长，溢满了房间，遮盖住一切数据和计算。它成功了吗？无人得知，只知道那一天，向来沉默着计算着世界规律的博士尊向他瞥来了一道视线，于是一切又改变。那一天起，他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那个装载了他过去的地方。没有改变的是，他愈发沉浸地研究着生命的本质。他拿起了造物主的权柄，开始创造生命，创造了流动的火焰、液态的光和尚未诞生的思想。他来者不拒地吸纳着他们带来的一切，但依然无法切身的感受。于是开始缔造更多的生命，甚至于改变了星球的生态，不断地尝试着更多的假想，一直在突破对生命的理解。但这样的研究还是太过浅薄，改变外在、改变形态，依然只是最原始的进化。正因为生命的多变，于是形式本身并无意义，它需要更多的突破，只为更接近那一天星神的一瞥。难得在模拟宇宙之外见到你，这次想拿谁做实验？模拟宇宙，它的创造者是黑塔、罗斯姑母、斯蒂芬还有软梅。最初参加这个项目的理由很简单，揣摩和模拟星神。不过在他的嘴里，他是被迫的。果真吗？如真。反正他说着不值得被迫社交，实际上玩得还挺开心。
她依然是那个沉浸于生命规律的探索，不信任任何人，也不会辜负任何人，只为生命本质研究而存在着的阮梅。时至如今，她的下一步比起之前的课题显得更加的宏大，研究星神，以至于甚至可能想成为星神。她觉得时间正好。哎呀，看完阮梅的人生路，还是不得不感慨一句，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奇女子，不同凡响的过去和光芒四射的现在。那到底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是把所有人都当作实验道具的无情科学家，是妄想成为星神的狂人，还是一个默默研究着课题的普通研究员呢？我觉得她比较复杂，比想象中的复杂。父母的离去让他失去了部分的情感，用无情来包裹自己，却还是会被研究中诞生的生命所触动，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。嘴上说着不会做出无意义的社交，却依然和黑塔罗斯姑母一同谈笑。他是大家乐于谈论的傲娇属性吗？我觉得当然不是，他可能是真的无法去认识自己。在希腊的德尔菲太阳神庙上镌刻着3条箴言：认识你自己，任何事皆不可过分，承诺带来痛苦。这可能也是对阮梅的箴言。他研究生命，改变规律，创造物种，却不能很好的认清自己。他执着于生命，过分的看重生命的形式，终究认清形式并无意义。他所固执的一切源自于家人之间的约定，最终走向不会被辜负的科学道路。他也喜欢戏剧，喜欢甜品，喜欢刺绣。他保留着对造物的温柔，对人的善意。越是复杂深入的话题，越是充满热情，但是却在最简单的问题上仍然犹豫。生命的尽头就是阮梅的真正追求吗？成为星神就是他的最终目的吗？看完他的故事，我想我难以做出一个确定的回复。他的口中，科学出自狂热，他的研究是情绪的推进。那这份情绪消泯之后，他又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这也许只是作为局外人的我才能问出来的问题吧。他自己应该是不在乎的，无论是空虚也好，充实也好，爱也好，不爱也好。作为划时代的天才，他走的道路并不需要他人的评价，他的每一步都踩在最前沿的方向，背对着所有人，看不清他的脸庞。最开始我喜欢上阮梅这个角色啊，就是很简单的见色起意。真的，你看阮梅这一身江南风的服装，那温婉的面容，优雅的身段，这种温柔中带着一丝冷冰冰的天才学者，还是在模拟宇宙中送我祝福大礼包的富婆，这谁能忍住不喜欢啊？后面的剧情里还叫我亲爱的呢。虽然啊，后面我和阮梅最终看起来反倒是一个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，让我追求阮梅的心淡了一些，但是在仔细品味了阮梅的剧情和背景故事之后，还是有所感叹。跟我们一路上遇到的单纯热情的同伴们不一样，阮梅她的矛盾和复杂是独一无二的。云上五霄的复杂在于同前程的纠葛，星河猎手的矛盾在于和命运的取舍，而阮梅却是在和自我的追求拉扯。这样一个复杂的角色，如果也如3月期李树商那样热情开朗亲近，那反而失去了这个角色的意义。他就应该是认真的、淡漠的，是把目光投得很远走在路上的。阮梅这样一个自我坚强的人，他不会做围着其他人的星星，他在做自己的太阳。我又何必强求他人做我的月亮呢？一个角色能有自己的特色，其实是值得惊喜的。我最初喜欢上阮梅，是爱上了她的外貌和表面的人设。我现在欣赏阮梅，是欣赏她的故事、她的经历，欣赏她这个矛盾、复杂却也纯粹的人，欣赏她这个特立独行的奇女子。当然，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可以多一点信了，不要再骗爷吃奇怪的点心啦。好了，做这期视频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。我想星铁里每个角色的故事和人设都值得我们去细细的体验。如果大家不嫌弃这种角色考据的风格的话，可能还会有下一期或者一个系列去整理和讨论角色背后的故事。当然，新角色优先啊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